這些台獨在搞什麼啊？你在跟台灣人的歷史血統、我們的宗教宣戰，你要我們變成什麼人啊？我們都淘汰了嘛？他想要去斬斷你对于你自己祖先来源的那個血緣的脈絡。宗教交流，如果你認為有個別問題，其實現行法律能處理，但他把它算在是反滲透法這個口袋裡面，就是想辦你就辦，不想辦你就不辦，所以這就讓你當賊看。相信歷史，揭開真相，歡迎收看今天的歷史沒話說，我是主持人歷史哥李修。大家知道啊，這個台灣呢是一個宗教非常興盛的一個地方啊，我們有宗教之島的一個稱譽哦，因為我們到處啊無處不成寺，無處不成廟。其實啊，一個村社，尤其啊在這個我們可以看到嘉南平原上啊，你可以發現一間廟通常附近就是一個聚落，以此廟為中心呢，然後它就形成了一個這個信仰的小圈子，然後呢幾間廟呢再串聯起來就變一個大圈子。那整個台灣呢，其實就是一個信仰呢，這個星羅棋布啊，在這個台灣島上啊。那除了傳統宗教之外，佛教、道教或者我們傳統信仰之外呢，包含基督教，像是長老教會啊，或者是天主教，其實在台灣生根都非常久。因為台灣啊，作為啊這個清末的時候最早開港通商的。其中的前幾批的港口，其實傳教士很早就來，而且包含在這之前呢，就已經有像是荷蘭或西班牙的傳教士在殖民時期已經到來了。所以呢，宗教之島啊，台灣啊，其實是這個一個很大的特色。而透過宗教去聯繫到兩岸這件事情呢，更是啊近年來啊，針對兩岸政治氛圍非常嚴謹的時候，能夠來以突破。那在這個之上呢，就牽涉到底是宗教的交流還是國家的安全呢？今天呢，我們針對這個議題啊，在宗教跟政治之間呢，那個紅線該如何畫？尤其在兩岸氛圍如此緊張的時刻，該如何來突破？特別是啊，這剛剛宣布了這個鄭麗文主席跟這個大陸的習近平總書記要以黨主席的身份來見面的政習會啊，又要帶動一波兩岸交流的高潮啊，所以。在宗教之上會不會有所解除限制呢？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還有民進黨態度會不會有所改變呢？那今天呢，我們來歡迎兩位啊，在兩岸都非常熟悉啊，而且呢，對宗教呢也有各自的一個研究的啊。我們首先來歡迎第一位呢，我們建文吉大使。歷史哥好，觀眾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呢，我們來歡迎賴以正。歷史哥好，大家好。當然，首先第一個啊，我們先來討論一下，就是根據呢這個2025年到26年啊，這個宗教自由的評價呢，其實台灣是一直位居高點的。可是呢，台灣的基層宮廟跟這個包含一些教會呢，現在卻感受到一個這個寒蟬效應了。原因是什麼呢？因為現在啊，這個台灣的政府呢，尤其是民進黨政府啊，他想針對宗教來加強監管哦，包含像宗教團體法啊，包含呢用反滲透法啊來進行這樣的一個控管哦，也限制了宗教的交流。首先先問一下大使哦，就是說其實大使很常在兩岸走動嘛，哦，這個整個台灣這個宗教的氛圍是很自由，可是。我們常講對岸的宗教氛圍很不自由，可是我自己感覺是對岸雖然是過去強調科學不強調這樣的所謂的迷信，但是他們對於信仰，它並不是完全封閉。你怎麼觀察？大陸宗教是越來越往這個中國的傳統的宗教觀就是說公權力跟這個宗教之間的這個關係在發展，所以你可以看出來，大陸現在宗教這些活動越來越多。而且也跟各個地域也越來越就是說接軌了。比如說最近這個我看潮汕地區這個鶯歌舞，這個其實都是幾百年、上千年的民俗現在得到很大的認可。我看在很多地區都慢慢都接軌了，倒不是說突然的，它的傳統就是這樣，對不對？我們台灣基本上是以閩南移民為主，建構成台灣的社會的族群的主體嘛。對，康熙收台以後，對，台灣是屬於福建省，那所以當然福建的移民過來就特別多，所以就台灣事實上是完完整整原汁原味把閩南的這個文化宗教就全部移植到台灣。是，其實當時這個就是說我們闽南一帶，我們每個地方都有它的守護神，然後就是聚落的一個精神信仰中心都是廟宇，對，你比如說我們漳州的守護神就是開漳聖王，对，唐朝的大將陳元光，對不對？那我們這個泉州就是清水祖師，對不對？清水祖師他是這個他自己本身很有學問，然後呢，他最後他精於醫術，然後呢，這個羽化成仙，所以他是泉州的守護神。那在台灣，我們走到任何比較大的城鎮都是
開漳聖王，還有就是清水祖師，那還有三山國王，對不對？閩粵的漁民都有啊。那所以就變成，其實台灣跟大陸的關係，除了這個血緣人族群來講，都是大陸血緣為主，再加上宗教，所以這個是台灣跟大陸基本上血脈同源，再加上這個宗教跟這個價值觀念是牢不可分的。那其實台灣跟大陸的宗教之間的这個交流從清朝開始，甚至到日本時代都切不斷。對，國民政府以後也切不斷。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廟裡面的這個神都是從大陸裡面分香火過來。我前2天才去清水祖師廟我們到大龍洞去看，就看到他這個廟當時的主神是大陸泉州某個地方移過來的。我自己這個姓你知道，我姓介嘛，那我這個姓居然有一天我在網站上看到說，台灣的介之推廟去大陸尋祖我馬上開車殺到雲林崙背鄉，就介之推廟，就介之推是你們介姓的始祖。介姓，我說台灣還有去了以後，那個翁主也跟我講，那台灣有哪間吶？6間，有6間我都不知道，後來才知道更多更多。我說那你從哪裡來？他說我們是福建韶安，韶安，對，福建韶安。所以韶安有介姓。他不是，韶安是閩南客，他们是從河南帶下來的，中原帶下來的，所以這介之廟就是一脈相承，就下來到了台灣。所以他其實是從你們介姓老家帶來的，最早可能更早了嘛。要隨着韶安人到台灣發展以後，往屏東，再往宜蘭，那個香火再分出去嘛。可是他那個主神當時是從大陸韶安移民從他們老家帶到台灣來，所以他們很高興，你知道，因為台灣的這個廟這個神不是只住在廟裡，要出巡的那跟生活是合在一起那他很注重他的根源，那根源就台灣大部分廟的神都是從大陸那邊隨着移民到台灣，他們到廟裡請了神一起到台灣來。所以兩岸的宗教的交流，這個是歷史傳統所以你如果從政治角度去看，說兩岸為什麼這個宮廟要交流，那就是不懂台灣的宗廟歷史嘛。台灣的宗教歷史就是台灣的這個各地的信仰是這樣子過來，從大陸很清楚從哪一個廟分的神過來的。其實它是歷史文化的傳承，信仰只是它的一個表面上，或者說它的一個展現的形式。你講的一點沒錯。對，不忘祖先，不忘根源，不忘家鄉。所以你不要從政治角度來看，你政治角度，你如果政治現在說什麼？現在就是說去中國化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是南島民族混血出來的跟大陸各地方混血出來的。然後呢，沒有中華民族，中華民族是一個遠古的神話，是，這一類的史觀出來，他就怎麼樣？他就要用政治的這種力量去斬斷自然歷史而形成的這一些這種連結，連結。那我覺得那個時候兩岸很不幸的過去這個很長一段隔絕就一開放以後你以為是老兵先到大陸我告訴你，是我們的媽祖廟先到梅州吧？梅州嘛，那是我們台灣媽祖的祖廟對，祖廟。我印象那時候很深刻，那時候梅州嘛，為了要朝聖梅州，就是去回鑾。我應該說是去，應該說那個叫他們有一個叫什麼那個參拜嘛。對。然後當時台灣的媽祖還要買機票，有沒有？對。然後就幫媽祖買一個位置。我記得那時候這個新聞弄得很大，就是因為航空公司也沒接過這種 case。所以後來航空說，那不然你就買個位置吧。買位置，對。後來都買頭等艙。當然媽祖不要虧待他，不能虧待。所以我就說，這個是一個歷史文化，然後鄉情這種自然形成的一個期待，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期待。那你要政治來看說，你怎麼這麼喜歡大陸你是不是有政治？大陸要借這個來洗你的腦？那人家不是這樣想的我們台灣人是很淳樸的對不對？去了以後就是純粹，那是我的信仰。我們介之推的那個開山宮那主委每次我去他說，大背公大背公這用法是從叫大背公河南然後變客家留下來用法。對，因為那個在客家人裡面伯公很重要，很重要。背公他也叫
介之推那個叫大伯公，大伯公他說哇，大伯公真的很好。我當年在修廟的時候受傷哈，大伯公哈顯靈怎麼救我？那他平常我說你平常種田啊，自由田在種。對，主委都是兼差的，对，主委都兼差的，那都是奉獻，他没事在那邊掃地啊什麼的。那就是說那個是出自內心，他就很想去尋求他的。這個我們大伯公是從哪裡來的？就找到了河南，不是找到福建韶安的祖廟，對不對？就變成這個。可是你現在說這是統戰，這不是統戰，對不對？而且說實話，我一直覺得就是說，我們中華文化這個精神跟他的魂跟他的體，在台灣是保存的很完整。現在我們台灣中研院終於有位道士作為。院士了，中研院聘他為院士，清水祖師廟就是我們大龍洞的，他們後面有一個講堂啊，他有一天他要去講，就是說祭禮啊，中國的祭裡面的科儀，他是專家，他非常懂的，所以你看我們的廟宇不要小看，我們稍微規模一點，那個整個祭祀哈，那從周禮開始，對，那我們有這種院士級，他本身也經過道士，我跟他有過接觸，我說，那你是要爬那個梯山嗎？爬那个刀梯，他說要爬。你要做道士，你要爬那個刀梯啊。那在我們你要傳統，我們覺得這個好像你們不是留美的什麼的，你怎麼可以做中央研究院院士？可是我們台灣就讓他做中央研究院，這對我們中華傳統文化是一個極高的一個肯定，是對他的肯定，就是對我們對中華傳統。所以我覺得這個誰要用政治的眼光來切斷我們宗教的自然的跟他們的祖廟跟他們的整個這個交往我覺得那個是非常違法、違反人性、違反文化、違反歷史、違反社會的一個罪行。歷史文化的傳承，它必須有實體跟精神領域的，所以廟宇是這個精神領域的具象化，而精神領域它其實只是透過這樣的一個傳承，因為像我們自己說，我們比較年輕一輩的，你說拜不拜？是拜拜。我自己家的公司，我們開工也要拜拜，那大家也相信這個。那相信這個並不是說迷信，而是一種對自己的期許。那包含剛才其實大使講到這些廟宇的問題。台灣真的傳承非常多來自大陸文化，大家知道在屏東內埔有韓愈廟，台灣據說少數就是唯此一間，或者可能有其他，但最有名、最顯著的，它裡面就寫的韓昌黎，昌黎韓愈，對，所以很有意思，韓愈那個我們宜蘭有岳飛廟。對，有岳飛廟，對，還有韓信廟，還有韓信廟，對，所以這些東西其實，在大陸也慢慢都找得到。那還有一個是我之前去廈門它那個有一個叫做霞城城隍廟，我們台灣霞海城隍廟不是非常有名嗎？它是來自大陸的霞城，而霞城是哪裡的？霞城呢，其實以前是歸泉州管的，當然現在會歸廈門管。他那裡是陳永華的故居OK， 陳永華就是陳近南嘛，鄭成功的軍師，就鄭成功的諸葛亮，軍師。他那個霞城城隍廟，其實當時因為在這個1960年代大陸的這個政治氛圍的時候，就文革的時候被拆掉了，他只剩下一塊石板因為他就是在那個霞城那個城門的旁邊，被當洗衣板，你知道嗎？他們去找的時候把它找回來，但他們是透過來尋根的方式。有感應，你知道嗎？然後根據記載就說，找到這裡，結果只找那個石板，但是那個石板確定那個廟原本在這裡，他們就把它復建，就兩岸老百姓就共同來努力。然後那個廟一開始建，它因為大陸不具備這樣的人才嘛，因為已經就是建廟宇是需要專業的。對。後來慢慢的經過幾次的擴建跟努力，它修的跟台灣的廟宇越來越像，但是又保留了大陸的一些建築的特色，比較跟當地的因為石材啊什麼的。然後，但是你就感受到威嚴。然後最厲害的是，現在新一批台灣的年輕人在那邊創業，他們搞了一個這個青年文化這種教育基地，對，就在那邊創業。然後就是比如說兩岸交流，就帶去那邊。那我覺得很了不起。然後旁邊就有一個霞海城隍廟，他們來到這個地方修廟的一個廟志啊，就寫在那邊，我蠻感動的。因為當下你會覺得，哇，這真的把兩岸那個血緣然後把那個文化給串聯起來，你覺得很不可思議。靠，這種。花都這個呢，然後可是就是台灣的這些，例如有一個台灣普世論壇，名義上正義信仰的交流發聲平台，但真的只是宗教交流嗎？當公益、人權這些語言不斷和特定政治立場綁在一起，它就不再只是信仰，
而是被包裝過的政治輸出。更關鍵的是，台灣宗教明明以佛道與民間信仰為主，但在國際上發生的卻常集中在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為核心的系統，這樣的代表性本身就有問題。當這些論述再套進兩岸議題，把政治變成道德對決，宗教就不再是化解衝突，而是在加劇對立。說到底，宗教一旦替政治服務，它就不再純粹，而是工具。所以 Andy 最近这個你學法律的嘛，這個民進黨現在在推這個宗教團體法那很多人認為說你這個等於是行政力量加強對宗教的監管。宗教不是不能監管，但是加強監管你想幹嘛？你是不是想把你的政治的黑手伸進宗教裡面去控制信仰？這個就會變成一個爭端了。其實關於宗教，我還是要提一下，就是說，像最近馬上就要清明節，是好，那清明節大家都知道，一定要回去祭祖。好，其實它是一個華人社會，不分你在全世界哪一個國家，哪怕你已經更換你的國籍，大家都還是會有這種清明節要祭祖的習慣。這個是寫在華人的血液裡面，跟我們 DNA 裡面。因為其實華人強調一件事情，叫做落葉歸根。比較少強調落地生根，會強調落地生根的，它往往會跟現在所處的環境，或者是相對的一些政治的意識形態綁定在一起。所以，其實對於人這件事情，我們都強調的是，我們要跟自己的祖先要有溝通，我們要回去跟他稟報啊，我們現在做了哪些事情，然後祈求風調雨順也好啊，或者是祈求接下來人丁興旺。其實人跟神明在我們的中國傳統的華人思想裡面其實是一樣的，就如同我們剛剛講的，為什麼我們要去尋找這個祖廟？我們所有的廟宇基本上，除非你是過去這個近100年、200年才過世的這個所謂台灣本土的人物，然後被建成其他的廟宇，不然的話，基本上你所有的這個神明都是來自於那個文化，都來自於對岸。就剛剛有提到有關於就是不管是我們講的這個開漳聖王也好啦，或者清水祖師廟，當然媽祖就更不用講了，台灣今嘛在燒媽咒嘛。還有一個關聖帝君，對，要回這個山西的亥州，它其實都是來自於同一個精神脈絡，就是對人我們要去追思我們的祖先，對神明我們要去找出第一間的廟在哪裡。其實這是同樣的一個邏輯脈絡，血緣上面。就會有台灣現在的民進黨，他想要去斬斷你對於你自己祖先來源的那個血緣的脈絡，把它斬斷掉。比如說強調南島這件事情，或者透過論述一直強調我們現在要什麼啊？這個台語跟閩南語不一樣啊，台語是台語，閩南語是閩南語哦，等等之類，透過文化的方式想辦法斬斷你自己想要去追溯我從何而來的這個文化脈絡。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宗教他也想達到一樣的效果，因為宗教不可避諱的都是分靈分出來的，所以呢，大家才會去想要找那個第一間廟宇。所以當兩岸開始開放交流的時候，就是如同剛剛介大使講的，前仆後繼，好多台灣的這個宗教團體通通跑到大陸去，因為在宗教這件事情上面，他必須要去追溯他的祖廟在哪，是有2個原因嘛。第一個，力量的來源，靈力的來源；第二個。就是去找出我從何而來，它是歷史的脈絡。歷史的脈絡往往它必須要強調什麼？自己的正統性。為什麼北港朝天宮跟這個新港奉天宮有時候會有一些所謂的大家會有紛爭？因為都在強調的是誰才是那個正統性。那正統性如何？它就是必須去追溯。所以這就是法統跟道統嘛，一樣的道理。政權也是如此。所以其實，在華人社會，不管從最上面的政權、國家。再到信仰，再到血緣人民，其實大家不外乎就是追求一個正統性。好，那民進黨現在就是要斬斷你的正統性，所以呢，在台灣，他當然糅雜了幾個法律來控制這件事情，比如說反滲透法，好，先貼標籤的方式，認為宗教團體他先把你當賊看。對，我覺得最可怕的不在於說他想要監管，我覺得監管這件事情，台灣現在所處的一個很特殊的環境是，我們的宗教雖然自由，但是。我必須要提醒各位，我們真的是最自由的嗎？其實要去看新加坡，我認為新加坡才是全世界宗教最自由的地方，因為它還有回教跟印度教，它的宗教的種類，它也有基督教啊，它也有基督教，它基督教裡面還有分所謂的新教跟這個天主教，那當然也有傳統的佛道信仰，也有啊。我以前在新加坡念書的時候，該拜拜很多人也都在拜拜啊。他們學校才是真正的宗教的自由，為什麼？每個禮拜5下午馬來人要做禮拜，所以呢，我們每個禮拜5下午都不用上課，大家一起放，
但是他過年華人過年放3天，印度人跟着一起放，因為他雖然還是以華人為主體社會，但是他充分尊重每一個宗教。所以你說回教在台灣有沒有？也有，但相對來說不是那麼的強勢宗教。印度教就更少。那當然，它雖然跟人口的比例有關，但我認為在保護宗教這一部分，我覺得新加坡做得更好。可是弔詭的是，新加坡是被我們認為叫獨裁國家，對，威權啊，就是新式威權的體制嘛。李家坡嘛，台灣人最愛酸這個，不過人家已經換總理叫洪勳，才不姓李。好，那我就想再強調一件事情，你說新加坡的這些，新加坡沒有媽祖廟嗎？有啊，我也去過啊。他要不要尋根？也要啊。他有沒有被新加坡政府貼一個標籤，說你這個跟反滲透法有關？沒有。那所以我們要講的是說，今天在台灣的這個我們的民進黨政府，他想做什麼事情？我們剛回到法律面，第一個是想要透過政治力去干預宗教信仰跟交流。為什麼？因為他認為只要跟大陸交流就是有問題。第二個，過去有所謂的宗教團體法跟宗教基本法這2個法在對抗，政府機關希望推動的叫做宗教團體法。要求所有的廟宇都必須法人化，什麼意思？法人化你就有財務透明的問題，是你就要有董監事的問題。所以為什麼現在的廟宇有很多叫做董事長？對，因為它法人化了。啊，有的還是叫主委，因為它沒有法人化。那還有一個叫做總幹事，總幹事無論是在法人還是非法人的都有，他就處理一般事務。所以這是一般台灣廟宇它的運作方式。所以我們光看是今天在這個重要的慶典裡面，誰代表這個廟宇的那個頭銜的最高稱謂是誰，你大概就能判斷他有沒有法人化。好，那我們講法人的目標是什麼？是方便監管。所以宗教團體法的目的就是在於希望你的財政要透明，而且他是希望所有台灣的公廟都要法人化。那當然會受到抵制啊。有一些廟就是我們家3代4、5代傳下來的，我為什麼要跟你法人化？我法人化之後，我所有的香火錢必須要全部公開化。但問題是，你強制讓我法人化，我就得找一堆人來當董事。但是啊，這間廟都是我阿公傳落來，我有什麼必要再跟你找這麼多人？所以這就變成是宗教團體會覺得你在用透過政府的方式，行政權強制干預。好，這就是這樣啊。強制干預什麼？就我們講了嘛，今天財政的部分。第二個是。很多的廟宇會認為土地的糾紛跟廟本身的建築有沒有違建的問題，都會被攤在政府的小本本裡面。今天想找你麻煩就找你麻煩，我今天不想找你麻煩，你就安然無事。其實這才是宗教團體最害怕的。那當然，前一陣子這個王金平院長他還在立法院的時候有推一個叫宗教基本法。對，宗教基本法就是相當於是一個要去對抗宗教團體法的另外一個法案。他比較強調的是政治的歸政治，這個信仰的歸信仰，就是凱撒的歸凱撒啦，上帝的歸上帝啦。他認為要把聖俗要分離啦。好，那當然這個部分，民進黨基本上當時的立法委員全部都有聯署。好，所以那宗教基本法跟宗教團體法，這目前2個都擱置。最近一次內政部的這個內政部部長劉世芳有針對宗教基本法有提到說，他認為宗教基本法已經逾越了憲法。他認為說給予宗教團體太大的權限，比如說過去的宗教基本法曾有提到這個宗教內部事務不受法律監管等等之類的，他認為說這個已經是超過憲法可以接受的範圍，所以目前這2個法律都在擱置。但我要跟大家講的是，這個我相信有很多宗教團體，他一定有去請托民意代表，希望可以推宗教基本法，因為要保護宗教的自主性。对。而行政機關，也就是呢，民進黨政府，他在行政院一定要推動的是宗教團體法，因為他希望你們所有人把錢、把賬目通通做得乾乾淨淨。為什麼？民進黨認為，透過廟宇來滲透台灣這件事情，不外乎就是錢嘛。這個是民進黨的邏輯。哎呀，大陸一定有怎麼樣滲透啊，把錢給廟方啊，廟方再來資助這個政治人物，我要斷你銀根。到頭來，其實還不過就是為了選舉。不過就是為了鞏固民進黨在台灣的那個很特定的選舉利益而已。所以我講到這邊，我還是要跟大家講，就是說宗教團體法跟宗教基本法，原則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法的內容哦，背後所代表的當然是2波不同的勢力，但是到底在台灣宗教該不該進入到反滲透法的範圍，我是堅決反對。其實這裡面有個關鍵啊，就是說到底什麼是滲透跟反滲透？
滲透就說你被對方給操控了。可是廟宇作為一個天然的組織樣態，他跟對岸來交流說，那到底算不算接受指示？對岸招待他，那算不算給予好處？他本來就有個組織，那也算不算是反滲透法裡面所定義的發展境外敵對勢力的組織？那如果照這樣算的話，那這交流所有就完蛋了。因為我們剛才有講到，剛才包括大使、剛才 Andy 都有談到說，這個兩岸那種宗教交流，它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像是我記得這個很深刻，哪吒廟在哪裡有呢？在四川宜賓有哪吒祖廟，它最早是一個石頭廟，是一個石像的那種天然的那種石像，然後呢是當地人在那邊膜拜，可是當地人因為經過了到了，其實據記載到清朝還知道它是哪吒廟，到了民國後來也主要是後來新中國成立之後，因為這個當時的政治氛圍嘛，就文革的一些政治氛圍，所以當地人雖然還拜，但是已經不是很清楚了。是後來是台灣的哪吒廟的主委經過了長期的靈通的方式，做夢夢到的，就把他找到了。當然到底詳細是怎麼樣，但是當地也是非常尊敬這個台灣的這個主委，因為這位先生就是他當時去。所以你就覺得說，哇，這個宗教在交流的時候，它有時候它就有一些玄乎性，但這個玄乎性的背後其實是一個心願，那個念想是兩岸的交流不能斷，兩岸的文化歷史脈絡傳承不能斷。可是當你都把它打成所謂的反滲透法的時候，都打成這個所謂滲透的時候，是非常可惡的一個點哦。所以大使你覺得現在民進黨啊，因為這個陸委會多次的去強調這件事情，他是政治出發啦，他希望兩岸是仇恨。然後人民之間是仇恨，而不是互相的欣賞，互相的認為我們同宗同源，我們是有共同的價值體系。宗教是同一個價值體系啊，我信開漳聖王，跟我到漳州開漳聖王，我的感覺就一樣啊，对不对？就跟從台灣從拜媽祖拜到台灣尾一樣，這個其實是正常的，因為歷史擺在那邊嘛，是的，對不對？那民進黨要把這個切斷，就跟日本人對不對？風俗改正運動。日治時代，他說你這都是不好的風俗，最後風俗改到什麼？你們家拜那個祖宗牌位也是不好風俗，拿出來燒掉。對，然後家裡面講日本話的，給你發一個白色持燒的牌子，叫國語家庭。國語家庭為什麼大家要去國家？他日本戰時啊，什麼都配給啊，豬油1個月多給你2斤啊，米給你多幾兩斤，對不對？他幹嘛？他消滅你的文化，因為日本是異族，他要把我們中華民族的，他是搞他洗腦，對不對？結果民進黨現在做的比日本人還要想要徹底啊！總統都帶頭拜8田1億了。對啊，對啊。那你看那個桃園的那個鄭文燦的時候，把那日本的那個神社差點都要恢復起來了。桃園神社事件，對不对？現在你去看看他認為神社那不得了了，對不对？比任何台灣的宗教廟宇還重要，政府花那麼多功夫。他這個政權就是一個台獨政權，他要從意識形態上、歷史文化價值上就要切斷，那一個個切啊。那其實最自然、最有力量是宗教，那發自民間的啦。那你說，哎呀，他這個財務有問題，我告訴你，財務最有問題的就是現在的這個政府啊。他說這個我們宗教團體有問題，我告訴你，台灣的宗教真的是在台灣維持人心啊，維持向善的人心，教化人心。發揮比你學校、比你那個政治團體不要大多少倍的功能，還能救災。這個政治團體就在什麼？教人教人去仇恨，教人去對立，教人去幹嘛？教人去口是心非，教人去說謊，帶壞囡啊，嘎派囡啊東西，這些政治團體。你看那些人上了街頭，弄踢笑啊。我們宗教團體，你看我們去台灣任何廟宇進去，人的面容。還有任何廟宇，包括這個教堂，包括這個清真人進去以後進去的人跟出來，他臉上代表是一個祥和，是一種平靜。一個惡的機構要去整頓善的機構，根本就是有問題的。那說實話，台灣的宗教我看基本上都是在發揮善，都是發揮正面功能的。再怎麼樣，在那些抵消裡面，在政治那種惡質政治团體的這種對台灣制造的惡。宗教變成人覺得我們台灣社會還好，我們有這麼多這些虔誠的信仰，各種的信仰，各種的這種宗教機構，讓我們對這個土地我們抱持一個慈悲，我們是抱着一個博愛的角度，我們還在這個社會上繼續發揮善功能。
結果這些政治惡人現在要整頓善的機構，然後出原因就是什麼呀？就是要把大陸變成仇人，把大陸变成敌对国家，所以他禁止你交流吧，因为你一交流，政治因素啊，对，因为你一交流，这个敌对的氣氛就不見了嘛，尤其透過宗教，你是媽祖信徒，我是媽祖信徒，你是佛祖信徒，我是佛祖，大家就自然而然就對話了。宗教都是最基層的百姓啊，是，對，最基層的百姓，那個是什麼呀？也不能說是弱勢，很多都是無助的。很多是遇到人生的挑戰，各種或者各項各樣人生的一種難處的時候，宗教給了他很大的力量，來繼續在這個社會上再奮鬥下去的力量。你斬斷了很多我們基層老百姓他在心靈上的一個慰藉的一個來源。那你以後你這個都是，那你乾脆你內政部長做所有這個宗教帶都聽你一個人就好了。那個劉世芳可以的嗎？可以做嗎？他有那個道德水準嗎？說實話，宗教真的是向善的。對，政治力量想要去控制就完了。我跟你講，我們中國的文化傳統，我也是看城隍廟有一個說法，說城隍廟是誰定的？朱元璋。你知道城隍廟裡面城隍怎麼選的？都是什麼？對當地有貢獻的人士。士紳，特別是父母官那一些的，對，你就對當地這個地方上有貢獻的，你就變成這個城的城隍。對，以前中國的城市一定有幾個廟哈，我們台灣更是。第一個文廟武廟一定要有，是，對，文廟就是孔廟，武廟就是祭這個關公，以前是岳飛啦，哈，清朝以前是岳飛，對，然後城隍廟一定有，然後在台灣我們還有一個廟最重要。叫天後宮，媽祖。我們台灣台北市的大天後宮，就是現在的我們的台灣博物館，在那個228公園裡面。日本人來了以後，除夕就把那個天後宮幹掉。然後呢，有一次吹台風，對，吹台風，他說這個台風吹壞了。那個廟蓋了不到10幾年，台風會吹壞啊？台灣最漂亮的一個廟，最大的一個關廟，日本人就給它拆掉。你現在說實話，你要破壞這種我們宗教傳統，你的做法不是跟日本人一樣嗎？你要把台灣的文化、台灣的歷史、台灣的人、我們的認同，通通變成什麼樣？通通變成你那個搞台獨、你那個親日親美、反中的這樣子的意識形態嗎？對，所以你的敵人就突然，你的敵人，怎麼搞？現世的敵人你都還沒搞完，你就搞我們的歷史上的，對，都變成你敵人了。對，以後乾脆把家廟也給它弄掉啊！是，那台灣人變什麼？媽，我們桃太郎啊！你看其實你去美國，人家學歷史啊，人家就沒有學孔孟之道，人家西方歷史都一樣，跟歐洲人一樣。美國人練歷史怎麼練？從埃及開始練啊，埃及、羅馬，到中古，到這個整個是他們歷史，尤其是羅馬精神。他有說他不是 Anglo-Saxon 嗎？不會啊，不會切割啊。我們是 European 啊，我們是 European 的後裔啊，對不對？對不對？那你今天這些台獨在搞什麼啊？對不對？你在跟歷史跟我們台灣人的血統歷史，我們的宗教宣戰，你要我們變成什麼人啊？你破壞政治還不可以，你破壞政治，你還要破壞我們的宗教。這台灣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我們這個善良，我們這個敬天法祖的一個社會啊，現在被有這群人在那邊天天把我們的良好的文化，把我們的歷史傳承，把我們的民族的認同，就在那邊砍。這個我覺得真的我不太懂這些人到底在想什麼。我覺得宗教對於和平的這種交流，還其實有非常大的作用。我不知道，像這個義修一定知道，在一戰的時候，在打壕溝戰的時候，剛好有英軍、德軍跟法軍。到了平安夜的時候，聖誕節休戰。好，聖誕節休戰，為什麼？因為他會聖誕節停火。對，大家互相出來，把我的物資跟一個物資交換，我幫你點根菸，你泡一杯咖啡給我。這是人類歷史上戰爭是極其殘酷的。但是為什麼在宗教面前，大家至少在那一天選擇大家休兵？蘇聯解體的時候，波羅的海3小國為什麼沒有大規模的鎮壓？為什麼沒有大規模的血腥暴力衝突？因為我們都知道，那個時候在立陶宛，他們希望用宗教的方式跟
即將開進來的坦克對話。所以我要說的是，當兩岸之間這個有一個宗教的互動的时候，它或許在某一天、某一個階段，在未來你我所不知道的某個時期，它可以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這個角色也許是兩岸之間衝突的一個緩衝。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沒有辦法預期的看得到，但是可以預期得到的事情。最後一個事情，我想要來請教一下，就 Andy 的看法。大陸其實你待了很多年，那大陸對於宗教的管理，台灣人都覺得說大陸沒有宗教，沒自由啦，因為沒信用，來共善共富，靠我那個人講信用的啦，對不對？可是你做了那麼多年，而且主要是這個行政管理這些法規你很熟悉，你覺得今天大陸對於宗教的管理是這樣嗎？因為我剛去南京回來，介大使也去過。牛首山佛頂宮，非常大的，因為他們在那裡找到大報恩寺的這個釋迦牟尼的舍利，現存世界上最大，它是頭蓋骨舍利。那當年是因為原本明成祖朱棣當時篡奪了他侄子惠帝就建文帝的地位之後，他覺得有愧了，所以他就報恩給他的爸爸，就是朱元璋明太祖，所以就建了一個大報恩寺。在大報恩寺呢，當時在太平天國的時候，因為太平天國內戰。那個韋昌輝跟翼王石達開，韋昌輝怕翼王石達開攻這個塔，從上面打炮轟他的陣地，所以韋昌輝就先把它給炸了。炸了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因為它是個完全的琉璃塔，所以你看從明朝的這個初年到那時候沒壞就竟然被韋昌輝炸了。炸的時候大家就一直沒管它，後來就去日本人去抄，那時候已經是到了汪精衛政府的時候，那時候因為國民政府。這個蔣介石他們已經撤退到後方了嘛？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當時汪偽政府的時候，在那邊找到了一個佛龕，打開裡面竟然是這個玄奘法師、唐三藏法師的舍利子，以為沒東西了，結果前幾年大陸在整理的時候，發現在那下面還有一層，竟然是釋迦牟尼舍利，而且後來去查了，包含它裡面的那個佛龕裡面它是有記載銘文，它怎麼來？是當時的法師從北方背過來，他怎麼來？他從西域背過來的，全部都記載在裡面。然後三藏法師等於是替佛祖擋了這一劫，你知道嗎？三藏法師後來他的舍利被分成了8份，而且還好是因為當時汪精衛堅持一定要留一份在南京，所以三藏法師的舍利也留着。然後在這個舍利，那我看到是什麼呢？就是說，哇，大陸不是宗教管制嗎？可是他為了這個舍利那因為大報恩寺被炸了嘛，所以那個元帝他們。有弄了一個這個類似這種藝術的方式、文化的方式在做這個光雕的方式，但是他在這個原本南京這個牛首山被日本人挖了一個大礦坑，因為那裡有鐵礦，把這個鐵礦給填起來之後，花了幾十億人民幣去把它重蓋了一個非常莊嚴肅穆的，原本以為是個很科技的地方居然沒有，莊嚴又肅穆。莊嚴，進去，其實我最後在那邊看的時候，我快掉眼淚了耶。我不是個佛教徒，我先說，但是我覺得非常重要。我不由得自己非常虔心的，因為我比較，如果信仰上我比較拜媽祖多，所以我的感覺是很深刻的。所以這個就有點弔詭了，大家知道，台灣現在民進黨是處心積慮的想要對宗教進行掌控，就我們號稱自由民主。台灣常常批對不對？阿共沒有宗教自由，共產黨一黨專政，結果人家對宗教是用這樣的方式去禮敬，而且。當地老百姓絡繹不絕，那當然提一嘴如果是台胞的話更好，因為免費入場。你怎麼看？大陸現在是這樣，他們對於宗教的看法是有信仰，但不要迷信。信仰這件事情，在進入到這幾年的情況來看的話，其實他們一直有在希望要復興這一部分尤其是寺廟的一些文化那但是迷信這件事情呢，他們希望透過法律的方式去監管。OK， 所以呢，其實信仰。有在推動，但是呢，希望人民不要迷信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本的概念第二個部分是，過去其實有些寺廟，它還是會希望跟這些觀光做結合然後推廣，也讓它法人化。比如說，這個前一陣子有出事的少林寺啦但是因為它已經變成是可能跟貪腐有做結合，所以它必須要強力的出手這個是另外一個部分。那我現在想講的是，在中國大陸，其實東南西北各自信仰，它其實有不同的文化。北方比較多的是寺廟，以佛教為主。對，北方信佛嘛。對，像比如我在北京念書的時候，西山有一個八大處，八大處有一個靈光寺八大處就是有8個寺廟在一座山上面那你就是禮佛的時候就可以爬山。我以前在北京念書的時候，我很常去在西山，在北京的西邊
它這個靈光寺其實從遼的時候就有了，那也找到了所謂的佛牙舍利。哦，對，所以也有舍利，所以其實因為这個契丹人非常信佛，沒錯，所以呢，在北方只要是很重要的寺廟，基本上它都一定會有舍利，它才能立寺。遼那個時候真的能夠立寺的話，不是隨隨便便都能立寺，因為以前立寺是要那個國家官方，對，要國家的力量去的。好，所以呢，整個北方來說，我們講的北方，大概是以北京開始啊，因為其實再往北其實就關外了，所以我們講說關內來說的話，我們講北京啦、山東啦、山西啦、河南、河北，大概以這邊來講的話，都是以寺為主啦。像比如說我去過山西大同法華寺，法華寺裡面保存了目前全中國大陸從明代留下來的泥塑保留的最好。法華寺裡面的建築，連這個梁思成這個建築師，就是建築大師，都說那個地方是天下獨一無二。所以其實你對於看待中國大陸的這個宗教保留，其實它結合了很多，它不單單是宗教保留，它把它當成文化文物的保留，它其實是結合在一起的。所以它有它那個歷史的厚重感之後，它當然自然而然會推動宗教的發展。那我們講南方其實這個介大使剛剛講到的，比如說這個什麼鶯歌舞、宋江鎮，還有包括划龍舟，廣東那個地方划龍舟，划龍舟厲害，那個很好看，急轉彎的，對啊，那個空拍非常好看，它那個就跟台灣很像是結合我們，比如說有24節慶，或者是結合我們的一些傳統的一些文化，它不一定是某個特定的宗教信仰，但是它有民俗活動，因為台灣也是這樣嘛。台灣，你說你到底是拜佛還拜道，有時候大家也搞不清楚了。到底是寺還是宮？我們都知道嘛，寺就是佛，宮就是道嘛，對不對？那看你的主神是誰。但是我們往往主神有可能玄天上帝，後面還是有觀世音菩薩，很正常，很正常啊。主神是關公，後面還是有觀世音，所以我們本來就已經有點佛道部分，所以我們把它統一叫民間信仰。其實台灣的民間信仰非常的發達。對岸的東南沿海的民間信仰不輸台灣，他們其實當時當然也是因為跟這個所謂的當時這個10年文革有關啦，因為當時沒有到那麼南方，迫害沒有到南方，當時的文革主要是以建築跟北方為主，對，好，所以呢你會看到比較多的宗教迫害是在北方，所以南方我們現在保留什麼東西？現在我們還有所謂的陣頭文化，福建也有啊，對。我親眼看過他們跳，對啊，鶯歌舞，對，有啊，都有啊。我去看那個送王船，有沒有？是啊，是都現場跳給你看。是啊，是啊，所以跟台灣跳的一模一樣，七星步，對，一模一樣，一模一樣。化妝啦，然後打鼓啦，是吧？一模一樣。這些東西，我覺得台灣有一些人會誤以為，比如說我們台灣有段時間很流行所謂的三太子文化，我們要把它強調，那叫本土文化。其實你到東南沿海去看，人家時間到了，滿大街也都是啦。對了，好，但是為什麼民進党政府不想讓你知道？因為你一看就說，原來你們跟我一樣，那我也跟你們一樣嘍。那如果台灣人想到的是我跟對岸有一樣的文化，那是否就會想到我們有一樣的血統、一樣的語言、一樣的背景？那民進黨的洗腦不就破功了嗎？所以我還是仇恨嘛。對啊，所以我還是回到那句話了，民進黨當然對岸對於宗教的看法跟現在，我覺得一個是往進步的方向去做，另外一個是把政治跟這個宗教做一個很強烈的綁定。以宗教的名義行政治的監管，因為他們要的是選票。因為政治宗教本身就是一個載體，沒有錯。對，我們也知道以前清朝為什麼要有藏傳佛教，它也是為了政治的目的。這個其實歷史上宗教跟政治綁定這件事情是很常見的。是的，是的，是的。各朝代的帝王本來就會想要立一個國教，因為它一定是跟政治相關。但是問題是，它是為了某個特殊的政治的利益，沒有錯。但是台灣現在走回頭路，我們現在走的回头路是透過政治，然後呢把政治的手伸到宗教裡面去打壓老百姓，這才是問題。你有特定的政治目的，我覺得大家都能接受。但問題是，你是透過這個方式去打壓台灣老百姓，造成寒蟬效應，我覺得這個不可取。迫害宗教，對，迫害宗教，沒錯，沒錯。所以大家今天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討論跟交流，我們可以看到兩岸對於政治跟宗教的一個態度上，我想對岸其實他在宗教的管理跟邏輯上面，我覺得甚至比台灣現在的邏輯更好。
民進黨的執政之下，其實他就把所有都政治化嘛。他認為宗教可以吸票，所以就加強對宗教的監管，對不服從的那些宗廟，我就把手給伸進去嘛，讓你屈服嘛。哦，但事實上呢，在宗教面前是不分顏色的，宗教面前它就是個歷史文化的載體，所以它這裡面有多層次的。對民進黨來講，那管起來真的是太好了，然後再用反滲透法去鉗制你的交流，進而又可以控制兩岸的話語權。哦，是非常的可惡的。但是呢，當然我們還是祈願了，两岸的宗教，透過這些文化的交流，可以創造更多的兩岸的和平啊。好吧，那我們今天歷史沒話說呢，我們就聊到這裡。如果你有什麼想看的主題或想聊的東西呢，歡迎大家給我們留言，那也歡迎大家按讚、訂閱、加分享。那我們今天謝謝介大使，謝謝宜任啊，那我們就下一期再相見嘍，拜拜。